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骤田祥子女士所著的《扔掉多余衣服，解放自己的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我们将探讨为什么99%的人不知道扔掉衣服后钱竟然会异常增加这个话题。第二，衣柜里99%的衣服都能在短短3秒内立刻扔掉的神奇扔衣术。首先是第一部分，为什么99%的人不知道扔掉衣服后钱竟然会异常增加？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扔衣服的好处是，你能注意到那些不在视线范围内但真正该扔掉的东西。各位有没有听说过意识不到的东西就看不见这种说法？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人对你说马上把能想到的东西扔掉，你能想到的基本都是你已经认识到必须扔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人生，那么真正必须扔掉的恰恰是你从没想过要扔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你看不见、你的大脑没有认知到的东西，真正该扔的东西，其实并不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因为这些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你放进了大脑里的保留清单中。你在无意识中已经在内心深处认定这些东西可以不用放手，正因如此，它们一直不会进入你的视线，被你一直保留着。而这些物品反过来束缚了你的行动和思维。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那些真正该扔的东西呢？答案很简单，唯有行动。首先给自己施加必须扔掉的压力，能放手的东西就积极的、果断的放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定下规则，哪怕1天扔1个也行，持续的扔，因为捡得越多，你越能意识到还有更多东西应该放手。当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顺利进展的信号。当你环顾房间，把意识投向四周时，你的大脑就会主动去寻找可以扔掉的东西。而且有趣的是，之前明明在视野里却如同不存在一样被忽视的东西，现在会真真切切地进入你的视线，变成应该扔掉的东西。你会不断产生疑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这个也能扔掉吗？此外，请问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而持有的？如果回答不上来，就把它扔掉吧。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2个超厉害的扔衣服好处是，你不再被最新潮流和昂贵品牌牵着鼻子走。衣柜并不仅仅是一个箱子，它也是你自身价值观被可视化的场所。只要看看你的衣柜，就能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拥有怎样的价值观，重视什么，如何生活。可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衣柜更能反映主人的本性了。衣柜总是映照出你当下的状态。首先，请试着放下时尚等于最新潮流，或时尚等于昂贵品牌这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活法。然后，请试着获得时尚的人等于懂得适合自己之物的人，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价值观。这恰恰就是了解你自己本身。如果你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那么除此之外的衣服自然就能放手。这样一来，你的衣柜里只会摆满适合你的东西。这正是以自己为人生轴心的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所有以他人为中心的服装都能被舍弃，于是你就能拥有一个只被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填满、清爽整洁的衣柜。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3个超厉害的扔衣服好处是，工作、金钱问题等人生中的各种难题都能得到解决。可以说，衣柜是凝聚了思维和行为习惯的人生缩影。如果现在你正面临人际关系不顺利、工作烦恼等问题，那么实际上，你的衣柜里可能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比如，假设你其实想辞职，但因为工资高，所以没法辞。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你把金钱的价值放在了自己的心意之上。在衣柜里，也可能出现因为贵所以留着，比自己的感受更优先的状态。各位的衣柜里，有没有因为买的贵这个理由，明明心里知道不需要，却还是扔不掉的衣服呢？这可以说是一种思维习惯的体现。在衣柜面前，你把金钱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又或者，有没有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但自己却无法理解自己。这样的人，衣柜里可能也同样堆满了只是莫名其妙买来放着的衣服。但是如果认真整理衣服，你就能意识到自己真正拥有的能力和支出。因为扔衣服本身就是一种作业，只留下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其他的都放手。处理衣柜里扔不掉的东西，其实就是面对自己，
一旦做到这一点，你的内在就会发生变化。奇妙的是，就连你对那个让你烦躁的对方的看法也会自然改变。跳槽或处理人际关系等决定需要巨大的能量，但是从衣柜里扔掉一件衣服却是很简单的事。如果你想改变令你纠结的现状，就先从眼前的东西开始动手吧。这样一来，思维自然也会随之改变。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4个超厉害的扔衣服好处是，你能放下无意识的思维习惯和偏见。我们人类的思维和行动始终是相连的。抱有不能迟到信念的人，会留出充裕的时间行动。同样，认为昂贵的东西有价值的人，就舍不得扔掉花钱买来的东西。如果说思维会产生行动，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行动也能改变思维。这时候，扔衣服就能派上用场了。特意去扔掉那些你扔不掉的东西，通过采取与以往不同的行动，你可以自动重写旧的思维模式，而更新后的思维又会引发新的行动。这样，好的行动会带来好的思维，好的思维又会催生新的好行动，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大家之所以舍不得扔掉昂贵的衣服，背后有贵的东西有价值，不穿贵的衣服自己就不够好看之类的固有观念。这些观念是你们无意识中的大脑习惯，所以改变起来并不容易，但行动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扔掉昂贵的衣服，你就能舍弃贵等于有价值这一执念。同时，通过实际扔掉昂贵的衣服，你也能放下扔掉就会吃亏这种思维偏见。一旦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你自然就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选择和行动。另外，有些人因为说不定哪天会用到，没有备用的会不安这类想法，而舍不得扔掉不穿的衣服。当你把这类衣服扔掉后，思维就会重写为就算没有这些东西，未来总会有办法的。东西太多本身可能就是风险。这样一来，今后你就不会再囤积不必要的东西，一旦判断为不需要，就能毫不犹豫地处理掉。像这样，扔这个行为，就是把一直留着变为扔掉，从而改变行动，进而放下你给自己施加的限制和应该怎样的执念。扔了，思维就会改变，人生就会朝好的方向前进。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改变自己的方法了。所以，请不要想太多，先行动起来，把不必要的东西一个接一个的扔掉吧。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5个超厉害的扔衣服好处是，你能舍弃以他人为中心的人生，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自己家里的衣柜是什么心情呢？看到怎么都收拾不干净，乱糟糟的样子，心情难免会低落吧。但是请不要责备自己，那其实也是你把自己的事放在后面，为了工作和别人拼命努力的结果。首先，请好好认可那份努力，好好的夸奖自己。然后，我希望你一定这样问问自己，以前是这样，但继续这样把自己放在后面的人生，真的可以吗？你的衣柜本来是想帮助身为它主人的你的，如果你真心下定决心要过更好的人生，衣柜也一定会回应你。是把衣柜仅仅当做一个箱子，还是让它成为陪伴你人生、相互鼓励、共同前行的存在？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原本，衣柜在家里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衣服是连接社会和你自己的沟通工具。衣服乍一看像是你自己选择的，但实际上，你会在无意识中吸收许多他人的价值观和视角。当然，在意自己的外表是重要的，但是不知不觉间，选择衣服的标准可能就变成了他人的目光。穿这个的话可能会受欢迎吧，穿这个的话比较稳妥，不会被人挑刺吧。等你回过神来，衣柜已经变成了反映他人视线和评价的东西。选衣服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着别人会怎么看我，脑海里浮现出职场同事的面孔。也就是说，打开衣柜，里面排列着的其实是不小心混进来的他人。明明是你自己的地盘，但主人却不在场。打开这样的衣柜，心情无法放松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你可能会因为那种被人监视般的不自在感而不想面对它。接下来是第2部分，我将讲解衣柜里99%的衣服都能在短短3秒内立刻扔掉的神奇扔衣术。作者指出，进行扔衣服这项作业时，分成3个步骤来推进，非常重要。第1步是排出期，减到极限；第2步是纠结期，虽然减了却不觉得清爽；
第3步是宁静期，以必要最小限度感到舒适。我们来简单说明一下各个阶段。首先是第1步排除期，初期最重要的是心无旁骛，总之就是扔。不过，不可能一下子对所有东西下手，所以先从自己兴趣不大的东西开始放手。特别推荐从鞋子入手。鞋子这种东西，平时不穿的隔很久再看，往往已经脏的完全不想再穿。基于这个理由，鞋柜里积攒的鞋子意外的容易扔掉。从那里开始，再逐步向较难处理的区域推进，这是很重要的。虽然会反复撞上扔不掉这面墙，但哪怕一天只扔一件今天能扔的东西，用这种微小的步幅推进，随着总数逐渐减少，最终会达到再扔就会影响生活的极限值。减到这个阶段后，迎来的是第2步纠结期。关键的一点是不要停止买衣服。很多失败的人会想，不能再买了，好不容易扔了，不能增加，倾向于自我限制购买行为。一旦想买，就会被罪恶感束缚。但本书的作者建议，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纠结状态，反而要不在乎的继续买自己想要的。这听起来可能很意外，也可能让人觉得和很多断舍离的说法相反，但这个观点非常重要。作者表示，在扔衣服的过程中也可以买衣服，这恰恰是最终驯服衣服的关键。明明减少了却还要买，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你责备自己，所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最艰难的关卡。但是，请一定不要责备自己，相反，要堂堂正正的买，因为这是为了让衣柜产生新陈代谢所必须的行动。边买边扔，你可能会觉得浪费，也可能产生罪恶感。但这里请想象一下按摩的画面，据说按摩后要多喝水，因为喝水可以促进代谢物排出，就像断食也需要补充水分。家里的换气不仅是排出空气，还要通过放入新鲜空气才能形成循环。实际上，衣柜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更新你与衣服的关系，仅仅减少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扔衣服的过程中，买衣服这个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当你把新买的衣服放进衣柜时，奇妙的是，那些不协调的旧衣服就会显现出来。不管那件衣服还能不能穿，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自己觉得它不对劲，就毫不犹豫地放手吧。像这样，通过新衣服的进入，我们就能意识到哪些是真正需要的衣服，哪些不是。这就是第2阶段。最后阶段是宁静期，以必要最小限度感到舒适。在这个阶段，你对自己来说的必要最小限度变得清晰，你的自我轴心得以确立，产生更贴近自身的感受。只要有这个就够了的必要最小限度，可能是某条牛仔裤，也可能是某种颜色的衣服，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这个第3阶段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了解自己真正价值观的阶段。到了这个阶段，连与衣服相关的价值观、感觉甚至情感都会发生变化。有人可能去了以前喜欢的店铺或品牌，也不再心动了，对衣服的兴趣比以前淡了，以前在意的事情变得无所谓了，享受时尚的方式也会改变。比起追赶潮流，你会更享受穿适合自己的衣服，即使没有很多东西，你也会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恰恰是通过扔衣服，不仅衣柜里的东西，连你自己的思维习惯、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的证明。这些都是因为你从束缚自己的多余执念中解放出来而自然产生的反应。扔衣服是从过去的自己中脱离出来，是为了更好的重生的过程。当你意识到这种价值观的变化时，扔衣服才算真正成功了。以上就是扔衣服的路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我想介绍的第一个改变人生的神奇扔衣术是放手那些说不定哪天会穿的衣服。有些人可能会用留着也没坏处来给自己找借口，留下那些再也不会穿的衣服。但这类说不定哪天会穿，但实际不穿的衣服，会让你的人生停滞不前。扔不掉这类衣服，是因为你把看不见的未来视为不安的事物。也就是说，从行动出发去改变思维，没有用途的东西、不穿的东西，即使还能用，也果断放手吧。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思维会自动转变为正因为未来不确定，才充满希望这样积极的方向。与此同时，想试试看这种向前看的心情会涌现出来，你会变得愿意挑战各种事物，即使减少了东西，最后也没遇到什么困难，衣服少了，
生活也没变，反而变好了。通过积累这样的成功体验，请务必在今后的人生中不断积累，即使没有东西，也总有办法的积极经验。这样一来，对未来感到不安的思维习惯就会逐渐消解。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二个改变人生的神奇扔衣术是，放下不按正确方式扔就扔不掉这种执念，直接把衣服当垃圾扔掉，感觉像在糟蹋东西，心里不好受。从小父母和学校老师就一直教导你要正确，不能犯错，在正确还是错误的二选一中成长，让我们在无意识中被灌输了遵循正确才是安全的这一观念。然而，人生中重要的不是对不对，而是是否能过上让自己认可的人生。对于扔东西也是一样，只要你能怀着感恩之心，心情舒畅的放手，无论用什么方法，那都是正确的。即使没有遵守所谓的正确丢弃方式，你也不会遭报应，更不会因此被否定为人。反而，执着于必须正确扔掉而导致进展缓慢，耗费时间和精力，这才是更大的问题。收拾整理这件事，即使偷懒走捷径也没关系，因为人生的正戏不在于收拾本身，而在于收拾之后，你没有必要为了必须正确扔掉而折磨自己。在整理这件事上，你可以从正确中获得自由，描绘整理之后那个更快乐的未来，才是你珍视自己人生的方式。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三个改变人生的神奇扔衣术是，放手那些同款有好几件却扔不掉的衣服。各位当中，有没有人拥有3件同样的 T 恤或2条颜色不同的同款裤子？这类人可能因为不安而额外储备了物品，甚至储备本身已经成了习惯。也有人会想，万一买不到就麻烦了，以后可能再也买不到了。这背后是源于不想被夺走，不想失去这种不安和恐惧而产生的执着心理。这类人不仅限于衣服，在其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可能会表现出不想被夺走的情绪。想要保护自己重要的东西，这种情绪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过去有过被夺走或强烈感觉被夺走的经历，所以在无意识中，你会试图通过确保物品来获得安心感。如果你有这种情况，请试着回溯到童年记忆，有没有经历过被某人夺走了什么的感觉？即使从大人的角度看是微不足道的事，对于当时的你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巨大冲击。你现在仍然拼命想要保护物品，正是因为那道伤痕还没有愈合。请凝视过去的自己，首先认真地感受那份情绪，然后希望你尽早意识到，即使物品从眼前消失了，你的人生也不会终结；即使衣服被夺走了，你的内在、你的本质、经验和技能也不会被夺走，你的记忆也不会被夺走。这一切都是只属于你，谁也夺不走的东西。衣服可以被夺走、被模仿，但你内在的东西，谁也模仿不了。所以，请放心地放手那些同款多件的物品吧。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4个改变人生的神奇扔衣术是，放手那些因为贵所以扔不掉的衣服。购买时价格越高的东西，人的执着心越强，这是人类的自然心理。与钱相关的执念总共有4种，这里我将分别说明各自的解决方法。第一种执念是，买来的东西拥有与其价值相等的价值。人有一种倾向，会高估自己拥有的物品。第二种执念是，扔掉贵的衣服就是吃亏。第三种执念是，扔掉的话，以后再也买不起了。但是，这只不过是以现在的自己为前提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即使是公司职员，副业的道路也是敞开的。通过将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变现来获得更多收入，是完全可能的。换句话说，这等于在对自己宣告，我不能再赚更多钱了。相反，通过特意放手那些东西，你就能积极的去相信未来，我今后能赚更多钱，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一来，你自然也能选择新的衣服。第4种执念是，这件衣服里有回忆，所以扔不掉。你可能会觉得，保留着那件衣服，就能留住回忆。但是，重要的回忆存在的地方是哪里呢？不是物品，而是你的心中。请意识到这个事实，回忆并不寄宿在物品里，而是存在于你自己的心中。即使放手了物品，回忆也不会消失。相反，通过放手物品，回忆可能会以更纯粹的形式留在你的心里。你扔掉的是衣服，你得到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